为什么 F-14熊猫战斗机的地位这么特殊，是很多人的意难平呢？和很多凭借极致性能、辉煌战机封神的战机不同，大家对这架飞机的偏爱掺杂了太多的主观情绪。有人说它是人类舰载机史上颜值天花板，有人坚信它远程解机机能力至今仍有优势，还有一批老军迷从接触航空知识开始，就始终盼着它能重新回归航母甲板。但现实不会迁就任何人的情怀，不管大家有多么不舍，F-14彻底复出无望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很多人心里都有个解不开的疙瘩，明明不少老旧战机都能通过改装升级、更换航天系统延续服役寿命，甚至有的超期服役几十年，唯独各方面看起来都极具特色的 F-14被彻底斩断了所有复出的可能。大家的遗憾不是单纯的可惜一架飞机退役，而是惋惜那个属于重型可变后掠翼舰载机的时代彻底落幕了。更让人纠结的是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关于 F-14到底是被时代淘汰的落后机型，还是被低估的传奇战机，圈内的评论从来没有停过。想要理清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抛开我们自带的颜值滤镜和情怀 buff。很多人对 F-14的好感最早都来自直观的视觉体验和影视印象。可变后掠翼完全展开时的舒展姿态，收缩后的紧致流线造型，区别于绝大多数固定翼战机的机械美感，让它在一众军用飞机里显得格外独特。再加上经典影视内容的传播，让 F-14跳出了普通军用装备的范畴，变成了一代人的青春符号。但也正是这份自带的光环，让很多人对 F-14的认知产生了偏差。不少人下意识把好看、经典、有情怀等同于性能顶尖、无可替代，这也是如今争议不断的核心原因。喜欢它的人能细数出它的无数优势：超远的作战半径、专属的远程雷达搭配空空导弹组合、极致的高空高速截击能力，在特定作战场景里几乎是碾压级的存在。F-14的诞生本身就是特定时代、特定作战需求下的产物。它在研发之初，核心作战任务非常单一，就是为舰队提供远程防空截击。在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海上作战的核心威胁非常明确，敌方远程轰炸机携带重型反舰导弹，会在远距离对航母编队发起饱和打击。当时的舰载机很难在足够远的距离外完成拦截，而 F-14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量身打造的。为了适配远程截击任务， F-14所有的设计都围绕远距离、快速度、多目标拦截展开。它搭载的机载雷达在当年属于顶尖水平，能够捕捉超远距离的空中目标，搭配专属的远程空空导弹，可以在数百公里之外对敌方空中目标实施打击。双人座舱的设计让飞行员专注飞行，雷达拦截官专注搜索锁定目标，分工明确。在长途奔袭多目标作战的场景里，优势非常明显。凭借这些特性， F-1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撑起了航母编队最外层的防空屏障，是当时海军远程防空的核心底气。可装备的价值从来都不是看巅峰时期的实力，而是看能否适配当下的作战体系。F-14的所有优势都绑定在冷战的作战环境里，当时代格局改变，曾经的核心威胁消失，它的所有专属优势慢慢的就变成了无用的冗余，而原本被掩盖的短板开始无限放大。很多军迷一直争论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当年给 F-14足够的改装预算，全面升级航电，更换新式武器，优化机体结构，它是不是就能够继续服役？这个假设也是大家意难平的主要来源，但了解装备迭代逻辑的人都清楚，这个想法根本不具备落地的可能，不是技术达不到，而是性价比低到完全没有意义。首先是 F-14最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设计，放在当年，这是非常超前的设计，完美的兼顾了低速起降的稳定性和高速飞行的机动性，是它的核心亮点。但放到现在，这套结构就是最大的累赘。可变后掠翼需要复杂的液压传动、转轴锁定、控制系统，整套机械结构非常精密，也极其脆弱。海上高盐、高湿、高腐蚀的环境对这套结构的损耗极大，这就导致 F-14的维护难度和成本远超同期所有的舰载机。
有公开的运维数据可以参考。F-14每完成1小时的飞行任务，后续需要数十小时的地面检修维护。任何一个传动部件出现微小故障，都可能影响整机的飞行安全。对比同期后续普及的常规固定翼舰载机，它的出动率、续航能力、持续作战能力都完全不占优势。现代海军作战讲究的是高效、稳定、低成本、高适配性，没有任何一支海军会长期供养一款维护繁琐、出勤率极低的主力战机。更关键的是 ，F-14的机体架构和航电系统已经完全跟不上现代化作战的节奏。它的基础机身设计定型于上世纪60年代，整体架构老旧，后续即便进行改装，也只能小修小补，没办法从根本上升级。早期型号全部采用模拟电路，老旧数据总线和现代化战机的数字化航电、智能数据链、电子对抗系统完全不兼容。很多人觉得升级航电就能解决问题，但实际改装的工程量超乎想象。想要 F-14适备现代空战，需要彻底更换雷达、航电、飞控、电子战系统，重构整机的数据传输体系，还要优化机身油路、电路，解决老旧机体的结构老化问题。整套改装下来，成本和难度远超全新生产一架新式舰载机，而且改装后的性能提升也非常有限。除此之外，功能单一的问题是 F-14被淘汰的另一核心原因。冷战时期，战机大多各司其职，空优战机专注制空，截击机专注防空，攻击机专注对陆打击。但现代空战早已进入了多用途时代，一机多用是所有主力战机的核心标准。现在的舰载机既要具备强悍的制空能力，还要能对地对海精确打击，同时兼顾电子侦察、伴随支援等多种任务。而 F-14从诞生之初就偏向纯空优截击，早期型号几乎没有可靠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。后期改进型号虽然补充了精确打击能力，但只是勉强达标，综合多用途能力和新一代舰载机差距极大。在航母甲板空间有限、舰载机编制固定的情况下，多用途战机可以用更少的数量完成更多样的作战任务，纯专用战机的生存空间注定会被彻底挤压。这也是为什么超级大黄蜂这类多用途舰载机能够全面替代 F-14的核心原因。除了装备本身的性能短板 ，F-14彻底无缘复出，还有一个无法逆转的现实基础。早在2006年 F-14全面退役之后，完整的生产线、专用的生产模具、工装设备就被全部拆除销毁。这不是简单的停产，而是彻底切断了量产重启的可能。时隔数十年，当年的研发团队、熟练机工早已解散，相关的生产工艺、配套供应链也全部消失。现在想要重新生产一架全新的 F-14，等同于从零重建一套几十年前的老旧工业体系，耗时耗力耗材，完全不符合现代军备发展的逻辑。更让人唏嘘也最具争议的一点是 F-14的配件处理方式。当年因为对外出口的一批 F-14流入他国，后续局势变化后，为了彻底断绝对方获取零部件、维持战机服役的渠道，美方对所有库存的 F-14进行了彻底的拆解和销毁。大量装备完好的战机没有封存备用，而是直接拆解粉碎核心部件，彻底杜绝了后续修复、复用、复刻的可能。这也就造就了军迷圈最让人感慨的反差景象。原产国彻底放弃、全面销毁，国内幸存的 F-14都只能作为博物馆的静态展品，或者偶尔用于航展的观赏性飞行，不具备任何的作战能力。法律层面也明确禁止恢复武装作战的功能。可远在异国他乡，当年出口的一批 F-14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苦苦续命。数十年里，没有原厂备件，没有技术支持，没有升级渠道，当地的救trợ人员只能依靠拆解老旧战机、逆向仿制零件、手工修补故障的方式，勉强维持这批波斯熊猫的升空。时至今日，这里依旧是全球唯一拥有可作战 F-14机队的地方。一边牵手斩断所有生路，一边拼尽全力艰难坚守。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，让 F-14的落幕多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，也让无数网友争论之间。有人觉得太过可惜，有人觉得这是装备博弈的必然结果，也有人感叹时代更迭的残酷。很多人始终纠结，为什么不能给 F-14一次现代化升级的机会？为什么情怀不能为经典装备让步？
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：军备迭代从来不会只看情怀，只看适配性和实用性。所有经典装备的落幕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，而是时代体系、成本、性能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F14的遗憾从来不是它不够优秀，而是它太过贴合于那个独一无二的冷战时代。即便是强行重启、改装升级，也无法适配如今的隐身空战、高超音速打击、无人协同作战的新体系。F14的落幕终究是一代人的青春落幕。有人觉得它生不逢时，有人觉得它落幕无悔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。你又是怎么看待 F14战机的呢？评论区里聊一聊，请订阅我，下期节目更精彩。